我叫林峰，一名妇产科主治医师。林医生，只是一份报告而已，这么晚了，你总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吧？此刻我正面临着从医生涯最要命的一场考验。麻烦你尽快帮我看一下报告好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苏小姐，你怀了孕让我写未孕，还要让我开报告证明你是清白之身，你这是在让我犯罪。哼，有什么不行？林医生，来之前我就调查过你，京市最顶尖的外科天才，却因为不肯替院长做医疗事故的伪证，被打压到了南疆市，成了一名妇产科医师。到了南疆，你又因为男医生的身份和耿直的性格被患者嫌弃，被主任排挤，现在只能靠值夜班接诊，勉强糊口。20万只是辛苦费，至于最近一直为难你的赵德发，我也可以替你摆平。林医生，你也不想叔叔阿姨辛辛苦苦供出一个医学博士，到头来却被邻居笑话，连医院都待不下去吧？因果清算系统已激活，技能真实之眼可透视目标的身体数据与核心秘密，检测到因果任务，拯救即将被欺骗的煤老板王婷。任务完成后可获现金奖励。技能太乙神针，复刻王婷部分人脉资源。苏婉儿，王婷的未婚妻，国风女网红，当前妊娠状态12周，胎儿遗传特征呈现超高浓度黑色素沉积，与未婚夫王婷不匹配，接盘院重指数1万。这个全网追捧的国风纯欲天花板，肚子里怀的竟然是某位外籍人士的孩子。苏小姐，请你自重。你在哪儿？王婷，他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婉儿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医院来了？半夜3更的，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最近总睡不好，又怕你担心，就想着自己偷偷来查一下。傻丫头，身体不舒服怎么不告诉我？哦，林医生是吧？辛苦了。我未婚妻的情况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王总，恭喜你。恭喜我？恭喜什么？你的未婚妻怀孕了。真的？真的吗？玉儿，你怀孕了？婷哥，人家我就是还没想好怎么告诉你。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我王婷45了，除了有个女儿，还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没想到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不过什么？这份报告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报告上写的是宫内早孕4周加，但以我的临床经验来看，这个数据不太对。苏小姐，你最后一次月经是什么时候？上个月10号。上个月10号。可问题是，苏小姐，你进诊室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你的走路姿势，重心明显后移。这种步态变化通常出现在孕10周以后，4周的胚胎还很小，不可能让身体出现这么明显的代偿姿态。林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这2年一直在减肥，瘦了快20斤，走路波势可能不太好看。要不这样，苏小姐，我给你把个脉。把脉？林医生，你是妇产科大夫，把脉这种事是不是不太专业？林医生还会中医？略懂。中医诊脉孕不是玄学，妊娠后血容量增加，脉象会有变化。一般来说，孕8周以后滑脉特征会比较明显。如果真是4周，滑脉不会太典型。云儿，让林医生看看。圆润饱满。苏小姐，你这个脉是典型的妊娠滑脉，以脉象论，绝不是4周。我的判断至少12周以上。苏小姐，请上检查床。挺哥，我害怕，我从小就怕做检查，能不能明天白天再来，找个女医生？坐。放松。林医生，怎么样？王总，你看这里，这是什么？苏小姐怀的是双胞胎。双胞胎？王总，我知道您很高兴，但您先别高兴。从数据来看，这2个胎儿的发育大小对应的是12周，也就是3个月左右。3个月前，我妈妈从小教我，最珍贵的东西要留到洞房花烛夜。3个月前，
我们好像还没有到那一步吧？王总，屏幕上的数据你可以拍下来，胎儿大小是客观数据，不会因为我换个说法就变。如果你不放心，明天早上可以去城任何一家3甲医院重新做一次。挺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月经一直不规律，有时候2、3个月才来一次，所以算错了也正常。而且医生也说过，怀孕时间和报告上推算的时间本来就可能有误差。普通月经误差差的是几天，不是差2个月。就算你周期再不规律，屏幕上显示的胎儿大小也摆在这里，12周就是12周。你怀的是谁的？挺哥，你怎么能信一个小医生？不信我，他就是一个值夜班的小大夫，在医院混不下去，巴不得搞点事情出风头。林医生，除了孕周，你还能看出什么？王总，你看这里，虽然孩子现在还小，但有些外形特征已经足够明显了。这2个孩子身上的一些发育表现和东亚人常见的早期特征不太一样。从我刚才看到的情况判断，这2个孩子大概率不是您的。你疯了吧？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你一个值夜班的大夫，凭一台破机器就敢说我的孩子不是他的？你相信我，他就是想害我，这机器肯定有问题。我要去省城查，我要去京城查。小赵，把他3个月前的消费记录、行程轨迹、酒店入住信息全给我调出来。王总，查到了，3个月前您去澳洲谈矿区收购案前后半个月，苏小姐说她去了港岛参加国画艺术展，但她根本没去港岛。那段时间她的消费轨迹全在羊城天河区一处高端涉外公寓附近，西餐厅、酒吧、外卖平台全是双人消费。外卖备注里多次写着请多放点黑椒汁，我男朋友喜欢。公寓门禁记录显示和他同住的是一名男子，职业是语言培训机构外教。听哥，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，我那时候是被骗了。那个人是我以前出国交流时认识的，后来他说在国内遇到困难，找我借钱，我只是去找他要钱，是他请我喝酒，我喝多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几次？就一次。骗人！林凤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！我喝醉了，被人占了便宜，我才是受害者。苏小姐，医学讲证据。刚才做检查的时候，我顺便看了一下你的身体情况。通俗点说，你以前做过不止1次核梗。一个有多次核梗史的人，现在跟我说只有1次意外。苏小姐，这种说法站不住脚。你闭嘴！你凭什么说这些？你侵犯我隐私，我要告你！苏小姐，您自愿在您未婚夫陪同下完成复查，我只是在履行医生的职责与告知义务。倒是您伪造报告，试图让他人承担养育非生生子女的责任，真要追究起来。听哥，你别这样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把你当宝一样捧着，碰都舍不得多碰一下。你倒好，背着我在外面玩得这么花，还想让我风风光光替别人养孩子。苏允儿，我王庭做生意这么多年，还真是第一次被人当傻子耍。既然你这么会演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小赵，把外面那2个人叫进来，把他带走，送回他现在住的地方。他身上穿的、戴的、用的，只要是我给的，全部收回来。还有车、房卡，包括他家里现在享受的一切，一并停掉。明天一早让法务整理材料，该怎么走就怎么走。他不是喜欢算计吗？那就让他自己慢慢算。听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这样，我把东西都还给你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带走。我怀着孩子，我还怀着孩子。孩子？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孩子？王总，手伸过来。火再大，也别拿自己的手撒气。伤口不深，但要是不处理，遭罪的还是你自己。林医生，今天这事儿多亏你了。要不是你坚持复查，我这次怕是真要成整个南疆最大的笑话。我只是把该做的检查做完，把该说的话说清楚。至于信不信，怎么处理，那是您的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栽在他身上吗？他那张脸很像我年轻时候喜欢过的一个人。我本来以为这次遇到的是念念不忘，没想到遇到的是个坑。小赵，东西拿来。这世上没有让人白帮忙的道理。林医生，这份情我记下了，这些你收着。林峰兄弟，
这里面是一套翡翠湾顶层复试的手续，还有一张私人黑卡，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。王哥，职责所在，这东西我不能收。保护患者隐私是医生最基本的职业操守。好，林峰兄弟，我记住你了。以后在南疆，不管遇到什么麻烦，报我王慎的摆瓶子，就没人能动你。小赵，王总，去查一下林峰在这家医院的情况。这么专业的医生，怎么会被安排到妇产科值夜班？明白，我马上安排。另外记到备忘录里，以后我要是再找对象，领证之前必须先带来挂林峰的号。好的，王总。夜班情况简单过一下，普通门诊无特殊，病房夜间无突发抢救。昨晚 VIP 通道接诊一例，患者个人信息保密，检查结果已存档，其余无急诊。林峰，赵主任，昨晚 VIP 通道来了病人，什么人？做的什么检查？赵主任 ，VIP 通道患者信息属于保密范围，院办那边应该也打过招呼。您要是想了解，可以去问院办。我是科室主任，我了解一下科室业务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但您问我没用。昨晚的病人是南疆矿业集团董事长王定的人，您要是真想了解，可以去问王总。你跟王婷什么关系？医患关系。行，你不说就不说。不过林峰，有件事我得提醒你，你的考核评分不达标，院办那边已经在走流程了。回来啦？吃了吗？吃了。小峰回来啦，夜班累不累？冰箱里有绿豆汤，我一大早煮的。爸，这些老毛病不能再拖了。反正今天没事，买一组银针，先给他们调一调。妈，我出去一趟买点东西。等等，小峰，有件事儿跟你说。隔壁王婶前2天给我介绍了个姑娘。妈，你先听我说完，这回真不一样。那姑娘是从大英留学回来的，学金融，今年25岁，家里是做建生意的，条件很好。王婶给我看过照片，长得也漂亮。妈，我才27，不急。我跟你爸当年22就结婚了，你都27了还单着。你妈说的对，去看看。就去见一面，又不是让你跳火坑。你要是不去，我就让人家上门来。行，把时间地点发给我。下午3点，姑娘叫沈清河，位置已经发给你了。知道了，我先去买针。买完赶紧回来换件衣服。老林，你说这次能成不？选。小林，这是按照你的要求打造的银针，不过这套针的规格我也有18年没见过了。哦，钟老，这种规格很特殊。当年有位老先生也让我打过类似的针，他说那套针法叫太乙神针，是唐代传下来的东西。老头子我做了一辈子手艺活，这是我打的第2套。小林，你要是真得到了这套针法，千万要好好传承下去。放心吧，钟老，等小子学成了，给你看看效果。时间要到了，别迟到，给人家姑娘留个好印象。知道了，妈。沈小姐，我叫林峰，王婶那边联系的。林先生，我是个直性子，我很尊重医护人员，但我目前的精力都放在家里建材公司的并购案上，短期内我没有婚姻规划。今天过来，只是不想让王婶和我妈为难。没事，我能理解，你忙你的，我休息一下，喝点东西就走，这样我跟家里人也有个交代。肾清河纯洁度100%，重度子宫内膜异位，伴随严重周期性痛经，左侧囊存在自发破裂风险。当前状态，饮用冰饮后，盆腔血管痉挛加剧，预计3分钟内盆腔血管痉挛爆发。沈小姐，一个建议，这杯别喝了，你的生理期应该快到了。如果我没看错，你的痛经史不短，程度也不轻。你调查过我的个人隐私？我是医生，你的唇色偏暗，左手小拇指下意识蜷缩，这是下腹不适的表现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的身体情况我自己清楚。急症爆发。沈小姐，听我的，你现在需要先平躺，放松骨盆压力。我是医生，你信我。再拖下去，囊肿破裂风险会越来越高。麻烦你先给我一杯热水，不是温水，越热越好。再拿一条干净的毯子或者披肩。清河，你没事吧？小子，放开他！你是谁？林峰，医生。医生？你穿成这样，在这里当什么医生？他是急症发作，你先让开。
他刚才还好好的，跟你坐一桌就突然这样，你是不是在他咖啡里下了东西？第一，我没碰他的咖啡；第二，他是妇科急症发作；第三，你现在挡着我救人了。先喝2口，你现在必须去医院，我去拿针，撑2分钟。你别碰他，你凭什么管？徐先生，你右手手背上那些红斑，看过皮肤科吗？去3甲医院做2个检查 ，RP2、TPHA。13根针，够了。脓肿破裂风险上升。就是他，别让他进去。让开！兄弟，救护车已经打了，你就别进去添乱了。他等不了救护车，现在每拖1分钟，风险都在增加。2位先生，里面有顾客身体不适，请不要捣乱。我已经报警了。你侧躺，左侧朝上。我要在你小腿和腹部扎几根针，会有酸胀感，但不会太疼。这是要针灸。在咖啡店。先破寒凝，压住脐痛。呼吸好像稳了。刚才疼成那样，真缓过来了。林峰，谢谢你。你现在只是缓过一口气，接下来要去医院做急诊检查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现在还得去医院检查。林医生，麻烦您和范介敢重新送我一趟。沈姑娘都让他送了，证明这2人关系肯定不一般。刚才那个男的还拦着，还说人家下药，太离谱了。清河，我送你去医院，我车在停车场，空间大，你可以躺着。不用了，徐少斌，你先去看看你自己的手吧。救护车要来了，不介意的话，我陪你一起等吧。谢谢你了，林峰。你怎么知道囊肿的事？你的疼痛程度，临床上第一考虑的就是内眙征合并巧克力囊肿。2年前医生就让我手术，可手术要住院，住院就要请假。家里建材厂的并购案正在关键阶段。你们这些患者总想着等等看，你要知道囊肿一旦破裂，后果非常严重。你的医术跟你在医院的工资不太匹配。你还有心思分析这个？做金融的习惯了，资产被错误定价的时候，就是最好的买入时机。囊壁完整，暂时没破，但已经很薄了。下次再来一轮痉挛，不一定还有这么好运气。我建议你立刻预约时间进行手术。好吧，看来是躲不过去了。手术的事我会安排时间。知道就好。要不我干脆现在就挂一个你的号吧。我只是妇产科夜班急诊，不做白天门诊，也不给你排手术。那夜班号呢？你这打算像专挑我值夜班的时候挂急诊？林医生，改天见。检测到未遂型因果事件，沈清河因长期遭到传染源徐少斌的追求，存在被传播风险，宿主通过暗示方式促使目标人物自行警觉，切断潜在风险链条，评定等级 B 加级因果干预，非直接院中拯救，属预防性阻断。获得中医技能碎片太乙神针第2阶温经暖宫针。林医生，出事了！林医生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你今天没看科室大群吧？没看，怎么了？赵主任下午在科务会上，把你要调去后勤部的事儿当众宣布了。他说你考核连续3个月垫底，院办已经批了调令。你是京城医科大出来，让你去后勤班有齐平，这不恶心人吗？随他去吧。这都要骑到你脖子上了，你还随他去？调令没正式下发，还有缓和的余地。钱姐，我先走了，晚上还要值班。下午怎么样？人家姑娘看上你没？加微信了吧？加了。聊得怎么样？有没有约下次见面？有机会就好好聊聊，别总拿夜班当借口。行了妈，我去上班了。还要编信？林医生，赵德发针对您的事，王总已经知道了。您如果需要，王总随时可以给南江医院的院长打电话。看来王婷把那晚的事从头到尾查了一遍，这底牌用在这里可就亏大了。医院这种地方终究讲技术壁垒，只要一个机会，我靠实力足以碾压赵德发。替我谢谢王总，这点小事我能处理。林峰，
站好最后一班班。哼，小人得志。医生，救命啊！大夫在哪儿？快来人啊！我老婆流了好多血，医生，求求你救救她！我老婆流了好多血，医生，求求你救救她！孕几周？什么情况？孕33周，突发无痛性大出血，已经超过1000毫升了。我们在救护车上已经开通了一路静脉，补了500毫升林克试验，但血压还在往下掉。今晚的一线医生是谁？怎么还没来？晚期无痛性大出血，典型的中央型前置突盘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产妇和胎儿几分钟内就会丧命。李老师，这出血量，这得叫赵主任2线停班吧？我搞不定呀！去洗手，你一住，马上通知手术室备台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快去！医生，求求你，救救我老婆，救救孩子！没想到在妇产科最后一个夜班，还能过一过主刀的瘾。切皮。男婴，孕33周，早产，马上评估阿伏塔值，注意保温。李老师，出血太猛了，血压还在掉。缩宫素20单位，直接打子宫肌层。卡氰陈素氨吡3传1支，宫体注射。1号可吸收线，大圆针。竟然止住了！林医生，产妇血压掉到65分40了，心率135，休克加重了。血库的血怎么还没到？催血库，告诉他们再不来人就没了。不好，有效循环血量严重不足，再拖下去，重要脏器会出现不可逆的衰竭。林医生，血压还在掉。林老师，你干什么？救人，太乙神针，回阳逆命针。这是中医。血压回升了，70、45、75、50，心率降到120了。不可思议！来了，4单位红细胞，立刻输血，准备关腹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大夫救了我老婆孩子的命。人救回来了，后面好好照顾他。林老师是神，反正以后谁再说林老师业务不行，我何风第一个跟他激。开启声望值模块，当声望值达到500分时，将触发不可调理交班吧。交班吧。昨晚急诊收入一例，孕33周，中央型前置胎盘伴大出血的产妇。在林峰老师的精准主刀下，我们进行了紧急剖宫产。胎儿娩出后，产妇发生了严重的失血性休克。又是林老师，使用中医针灸刺入足三里和人中穴，稳住了产妇的生命体征。散会。林医生，您现在下班了吗？千万别走远。怎么了？省商会李正豪会长的夫人今早路过江州市，突然发动，刚刚转送到 VIP 病房。她是高龄产妇，还有严重的妊娠期高血压。王总和李会长是生死之交，他让我拜托您一定要来现场兜底。赵秘书，不是我不帮忙，这种情况通常都是由赵德发亲自带队，而且我今早刚被他调走，按理说。检测到 S 级事件触发 S 级高危事件触发，事件预测产妇将在10分钟后于分娩过程中发生羊水栓塞，进而引发急性肺栓塞，全身过敏，炎症激连反应。若无人为干预，存活率不足1%。不好，羊水栓塞，产科最凶的急症之一，一旦爆发，呼吸、循环和凝血功能都会被拖垮。张秘书，告诉王总，我马上到。24小时专家值守，我夫人怀孕的时候，你们拍着胸脯跟我保证。产房配置全省一流24小时专家值守。我夫人怀孕的时候，你们拍着胸脯跟我保证，产房配置全省一流24小时专家值守。现在呢，人到了，
专家呢？李会长，您消消气，省妇百的刘教授已经在路上了，最多1个半小时。1个半小时？我老婆血压已经170了，你跟我说1个半小时？到了就好，到了就好。老李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林医生，我王婷的命都敢担在他身上，弟妹交给他，绝对没事。婷哥，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？你给我拉来一个连30岁都不到的，我老婆的命，我孩子的命，你让他来兜底？林峰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谁通知你来的？这里是 VIP 病区，你一个后勤搬器械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出现在这里？李正豪不敢冒险，现在整个医院就我资历最老，他只能求我接手。撑到教授赶来，我能分工；撑不住，这锅也能甩出去。婷哥，你找来的人连自己的科室都待不住，你让我怎么放心？老李，你听我解释。李会长，赵主任说的对，林峰确实因为考核问题正在调岗中，这种时候让他参与 VIP 诊疗确实不合适。不过您放心，赵主任在妇产科有20多年的经验，完全……你闭嘴！你说什么？你让院长闭嘴！你反了天了！警告高危事件触发，产妇距离羊水栓塞爆发仅剩01分18秒。李会长，你夫人现在的宫缩频率已经严重不规则，再加上妊娠期高血压，一旦胎膜破裂，羊水有形成分会被高压注入母体血循环，触发全身过敏性休克，这叫羊水栓塞，产科致命率最高的急症之一，从爆发到死亡最短只需要6分钟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！我干了20年妇产，羊水冲散是你说。产妇破水之后突然抽搐，全身抽搐，口唇子呼吸困难，无法凝血，监护医在报警，血压在掉，我们控不住了。我他妈把老婆交给你们，你们就是这么给我保的！全都闭嘴！想要你老婆孩子活命，就别来打扰我。林医生，你来了。横空散大弹对光反射尚存，颈动脉搏动微弱但可触及，还有救。冯医生，听我指挥，第一步抗木丙抗校车，第二步解除肺动脉痉挛，第三步才是处理 DIC。地格3零20毫克，静脉推正，现在就打。外面谁在？进来搭把手。你叫什么？刘敏。刘敏，你现在去做3件事：第一，通知血库 O 型红细胞8单位，冰冻血浆800毫升，冷凝结10单位，纤维蛋白质2克，10分钟之内送到。第二，通知麻醉科，我需要一个麻醉师过来做气管插管和呼吸机辅助通气。第三，宫苏钠药1支，备在这里，等我指令。接上注射器，开始推，推快一点，5秒内推完。这个剂量推太快会不会？推，去影肾上腺素持续泵入，血压回到80以上就维持。林医生，血压卡在68/42，上不去了。西医药物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已经到极限了。过敏性休克导致外周血管像水龙头一样，泵再多药都会漏光。内灌，巨月，产中穴，针灸。医学院学了5年，规培3年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谁在抢救现场掏针灸的。血氧55、58、62、67，血压72、78。麻醉师到了没有？气管插管，接呼吸机，潮气量6毫升每公斤，呼吸频率14次每分，氧浓度100%。血氧82、85、88、92。生命体征暂时稳住了，但孩子还没出来 ，DC 还在继续。手术刀，你要直接抛？不抛，在原地等孩子自己爬出来。1号可吸收线，圆针，缩宫速准备。下团胎盘附着，主刀位置必须上移，避开胎盘主体。缩宫速20单位，基层注射，预备好，复苏。准备气囊面罩，给氧。
哭了，有自主哭声。1分钟 up 达4分，5分钟继续复评。老李，你听到了吗？孩子哭了，孩子哭了。我老婆呢？孩子出来了，在做新生儿复苏，夫人还在手术。如果刚才真把林峰拦住了，李夫人和孩子要是真出事，我这辈子就交代在这条走廊上了。孩子出来了，但 DCG 还在继续，凝血功能几乎为零。缩攻速打了没有？打了，20杆位基层介射，还追加了一组静滴。卡片成速也打了，宫体注射250微克。2套宫缩药物都没效果，难治性产后出血。走囊准备，冲水300毫升。速度降下来了，还没止住，引流量多少？2300，不，2400了。成年人总血量4000到4500毫升，他已经丢了1半以上。林医生，球囊压不住，下一步是不是要切子宫？切子宫解决不了 DCI， 凝血功能没摆正之前，切哪里都止不住。常规手段到头了，温经暖宫第2节，射血归经针。针灸不能根治 DCI， 但能把凝血分子的消耗速度降下来。在血液物本送到之前，再争取5到10分钟。阴白，大盾，出血在减少，不是减少，是凝血因子的消耗速度被拉下来了，只能争取时间，等血液品到位。血库到哪了？我催，我现在就催。麻醉师，血压回到100，去压减入1半。血压98/62，血氧96，心率92，报警解除了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竟然参与抢救，并成功了一例羊水出散。母子平安。今天参与抢救的所有医护人员，每人300万。赵主任不在名单里。参与抢救的人员就是手术台上的那几个：冯医生、刘敏、麻醉科值班医生、新生儿科医生，还有血库送血员。名单就这些。刘院长，你刚才说林医生因为考核不达标要被调去后勤，这个事情有误会，我回去马上核实。不急，慢慢核实。不过，你最好核实得快一点。林医生，这是我的私人号码，以后有任何事只需要你一个电话，我李正好赴汤蹈火。李会长，您去 ICU 门口等着吧，你夫人待会儿会转过去，我交代完注意事项就下班了。林老弟，果然是专业啊！高危因果事件完成，声望值加280，不可各移保护机制已激活，检测到恶意行政调令，系统在24小时内通过合理合法的社会影响力途径自动作废该调令。他以神针第2节温经暖宫针完整解锁。一线报道，省商会会长夫人产房经历鬼门关，神秘医生单刀救命，靠中医力挽狂澜。小峰下班了。赵叔回来啦？你中午是不是又没吃饭？吃了的。吃了个屁！那个沈清河，你加微信之后聊了没有？聊了。聊什么啦？他身体有点问题，我建议他别喝冷饮。你看，你看，都开始主动关心人家身体了。妈，我今天做了一台手术，挺累的，先吃饭行吗？那你多喝点汤。儿子，你那天给我扎那一针真好用，今天搬了好几箱都没感觉腰疼。下周抽时间再给你扎一次
3个月疗程不能断。新闻里那个300万的医生是你？所以你昨天跟我在星巴克的时候，月薪是多少？7800。资产被严重错误定价的时候，就是最好的买入时机。我说过的。5万。省妇保的郑主任都说换成他不一定能做到，你们这些键盘侠还在这里质疑？笑死！中医就是博大精深，键盘侠们憋着。怎么1天了还在热搜？请问是林峰林医生吗？是我。我是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的吴芳。我们接到2封实名举报，反映赵德发涉嫌虚假考核、违规打压下属。举报人是周小文和何峰。方便的话，明天能来委里核实情况吗？可以，我明天上午过去。林医生，这位是省妇保院产科主任郑小美教授。郑主任听说你今天过来，专门赶过来的。周小卫保留了半年原始排盘记录，何峰提交了门诊量和手术参与统计，2份材料都指向赵德发人为修改考核数据，对你进行软封杀。林医生，这些情况属实吗？属实。那你之前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将一个副主任医师软封杀，属实是在胡闹。那你为何不向院方反映？吴处长，我是医生，不是审计。排班的事我质疑过，回复只有一句：服从科室安排。至于被软封杀，也没有办法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林医生，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，初步判断你的调岗公示缺乏事实依据。委里的意见是该公示不具有合法性，建议南江医院立即撤销。另外，赵德发的问题，我们会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。你本人也不需要再多做什么，正常上班就行。行政的事结束了，现在聊医学。DIC 阶段，球旁压不住渗血，常规下一步就是子宫切除。你没切，你选择了针灸。那3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希望你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回答我。在西医的急救框架里，你能做的只有补红细胞、补冷缠扎、补纤维蛋白，而我那2根针做的事情是清除。通过神经机械刺激，加速皮具噬细胞对抗凝产物的吞噬，让残余的凝血因子有机会发挥作用。你有动物实验数据吗？没有，不过有一次我在咖啡厅使用这套理论，那时我甚至都没有碘伏。你连碘伏都没有，你跟我讲皮细噬细胞的吞噬动力下，原理是成立的。不愧是京城医科大的博士，可惜得罪人了，又是硬骨头。南江医院的池子装不下你。你来省妇保，我给你争取副主任医师最高待遇，课题、实验室、科研经费我都给你配上。郑主任，你这是在我办公室挖人啊？郑主任，您的邀请我认真收到了，但我暂时不打算离开南疆。赵德发都被处置了，你还不走？你们处置了赵德发，科室需要人顶，夜班就剩何峰自己，我走了，医院没人兜底。这是停止审查的正式通知，你签字确认一下。另外，科室管理权暂时移交给林医生，你的门诊和手术权限今天起暂停。林峰，你在哪儿？省城。真巧，我也在，一起吃个饭吧。好。等很久了。5分钟。你上次说让我安排手术，我想过了。下周并购案第4轮谈完，会有2到3周空档。你打算在哪做？南江医院可以吗？可以。巧克力囊肿剥除，不算复杂，住院3天左右，恢复期2周。谁主刀？你想让谁主刀？你。我可以做，但流程上要报备：术前评估、术中操作、术后后访，全程按标准医疗流程走。手术期间，我是你的主治医生，不是你的相亲对象。所以做完手术之后再恢复相应对象身份？你开心就好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多久了？什么多久？从面馆出来就开始了吧？不严重。我没问严不严重，我问多久了。2个多小时。上午谈判做了多久？4个小时，中间只出去了一趟。有没有翘2郎腿？翘了。久坐加翘腿，盆腔循环被压住了。我帮你按2个穴位，能缓解一点。现在隔着裤子按，你觉得不合适就说。按吧。疼的话说一声。
不疼，有点酸。酸是对的。好像好多了。以后谈判别翘二郎腿，每做40分钟起来走2分钟。如果对方还在谈条件呢？那就在桌子下面做怀泵运动。在谈判桌下面偷偷做？坐你对面的是律师，不是侦探，他们看不到桌子底下。小风，最近还好吗？周瑶，我看到新闻了，没想到你现在这么厉害。其实这2年，我一直没放下你。周瑶，我们2年前就结束了。我知道，可那时候我也是没办法。我现在不方便聊。前女友？嗯。她消息挺灵，热搜都挂1天了，想不知道也难。资产重新涨价以后，确实容易吸引旧股东回场。你们做金融的，连前女友都能用股东解释？你们做金融的，连前女友都能用股东解释？旧股东回场一般不是看好基本面，是想抢反弹。那我现在算停败？不，你刚才已经退市了。小风，我真的一直没放下你。你回老家一个治实事，我留在京城协和，我们的人生轨迹已经不在同一条线上。你连外科培养序列都留不住，我不可能陪你一起耗下去。无聊。旧股东当年卖的挺果断，现在追涨也晚了。周医生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一个老同学。回来啦？省城办完了没有？办完了，挺顺利。是不是跟沈清河一块吃饭了？妈，你这情报网是不是覆盖到省城了？用不着情报网，人均18的姑娘靠谱。路上慢点。知道了，开始吧。李夫人昨晚从 ICU 转入 VIP 普通病房，目前血压稳定，新生儿也在观察，喂养情况正常。家属问今天能不能下床活动？可以床边坐一坐，站起来走2步，但不要超5分钟，别急着多走。正好人都在，院办的决定我宣读一下。鉴于赵德发停职审查，为确保妇产科临床和行政事务正常运行，自即日起由副主任医师林峰代管妇产科。林老师，以后排班的事儿你说了算。林医生，刘院长中午想在洪德私房法订个包间，跟你聊聊科室未来规划。时隔数月第一次排白班，想试试水，中午怕是没空。你跟刘院长说，有事科务会上聊就行了，吃饭就不必了。林医生，今天专家号68个全满了，加号还得您自己批。叫号吧。1号。医生好。贫血有人跟你说过没有？上次产检医生说了，让我吃铁片，可吃完胃特别难受，想吐。把手伸过来。号脉，铁剂还是要吃，但你的问题不光是缺血，是脾胃运化弱，直接猛补吸收不了多少，还刺激胃，所以才反胃。铁剂改小剂量，隔天1粒，餐后半小时吃，配维 C。早上1碗小米红枣粥加3片姜，拿回去给你媳妇儿吃。平时水果吃多少？1天2、3斤吧。网上不是说多吃葡萄，孩子眼睛会大吗？谁告诉你的？胎儿眼睛大小主要看基因，跟葡萄没关系。水果吃多了，血糖控不好，难产风险会上去。水果每天半斤以内，主食减1/3，饭后匀速走半小时。1周后来复查空腹和餐后血糖。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后半夜醒？3点到5点之间。你怎么知道？肝气不舒加心阴不足，睡前破脚20分钟，水温40度，加1把无液。里面那个男医生还号脉，号啊，还挺准。我昨晚没睡好，他都摸出来了。这不是中医才干的事吗？人家中西医都会，你没看热搜吗？就是那个300万医生。下一个啊，哎，TSH 偏高，考虑亚邻卓甲钴。医生，这个要吃药吗？会不会影响孩子？要吃，但不是坏事。这个阶段控制好济公比硬扛着更安全。每天早晨空腹1片，半小时后再吃早饭。4周后复查济公，按结果调剂量。按号等，不用等。顾明达，南城发集团董事长，这是我的未婚妻陈思玉。下个月婚礼，我要你帮她做一个全面婚前体检，所有项目。另外，检查结果只给我看，不给她看。
不给任何人看。你报个假，坐下。你还没做完检查，坐回去。你确定他本人知道这个要求？陈思颖，省歌舞团前首席舞者，顾明达未婚妻，隐藏就医记录，3个月内曾独自前往生殖内分泌科未婚夫真实意图，结婚前体检，暗查生育能力。林医生，王婚和李正豪都是我的朋友，今天我来不是看病，是给你一个合作机会。在我的诊室里只有病患，请你不要干扰我的工作。坐好，你的检查还没结束。顾总，我说3件事。第一，门诊时间所有患者按号就诊，你的号在后面，前面还有人。第二，婚前体检是双方自愿，结果必须告知受检者本人，任何第三方无权单独查阅。第三，我的诊室不接受插队，也不接受报价，挂号费50，同售无期。林峰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刚才自我介绍过了，南城发集团今年上半年纳税排全市第4，你们医院新住院楼装修工程是我的公司中的标。你的加工报告我看完了 ，TSH 偏高，优甲热每天早晨空腹1片，吃完半个小时再吃早饭，4周后复查加工。谢谢医生。你可以去院长办公室反映，但在我的诊室里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走。林医生，对不起，那个人硬闯，我拦了，但他秘书把我挡住了。没事。他不会去告状吧？他爱告不告。叫下一个。冯医生从 VIP 那边转来的，看来不是普通病人。林医生，我姓周，我爱人方一凡。方女士，你自己说一下具体情况。林医生，我从1月份开始，小腹这个位置一直坠着疼，不是来月经那种疼，是像有人往下拽，夜里能疼醒，翻身都困难，白天稍微好一点，可走路多了也不行。出血呢？不规律，有时候月经刚干降3天又来，量不大，但颜色很暗，像陈年的铁锈水。也去京城查过，内镜、取样、增强影像，能做的都做了。最后给的方案是做大范围切除手术。我不是怕手术，可总要让我知道为什么吧。查了半年，花了10几万，谁都说不清，就让我糊里糊涂做手术。能查的手段都用了一遍，最可怕的可能排除了，可到底是什么在出血，什么在疼，还没被找到。找到了，2个病灶，怪不得西医查不出原因。这组微小异常官网的大小和形态，正好卡在所有检查手段的盲缺里。不过，真正导致人体无法自主修复这处微小病灶的地方，是周围的寒凝血瘀，2结合才拖成半年死局。方女士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1年多，你是不是有过一次很严重的受寒经历？不是普通天气冷，是腰腹部长时间泡在冰水里的那种冷。去年12月底，我们去芬兰旅游，我参加过一次冰湖冬泳，大概5、6分钟，水温只有2、3度。出水后去桑拿房暖了很久才缓过来。5、6分钟2、3度。回国第2周，月经突然提前10天，量也变大，颜色发暗。从那之后就一直对劲。方女士，你的病因找到了？找到了。京城最好的专家查了都没查出来，您是说？深层组织交界处有一处非常微小的异常管网，直径大概3到4毫米，一簇走形紊乱的微小管网，其中几个分支末端有微小漏点，这就是你反复出血的根源。量不大，颜色暗，反反复复停不下来。因为漏点太小，人体凝血机制刚要修复，寒气一激，局部血流再次凝滞，堵上的又裂开了，周而复始。可是内镜也看了，增强影像也做了，怎么会全都看不到？任何仪器都有局限，这个东西本身卡在检查分辨率余级上，它只有3、4毫米，在影像上可能只是直间大的信号影，水平再好的医生也很难发现。但光有一个微小异常顽网，不至于半年都治不好。人对这种微小损伤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，关键在于你那次冬泳，冰水一击，局部管壁痉挛，解除之后血流反塌，一冷一热，薄弱处又被冲开。中医管这个叫寒凝血瘀，寒气没散，局部修复就一直被打断。那现在该怎么治？是不是不需要做那个大范围切除了？不需要，可以保住。治疗分2步，第1步，中药内服，根源在寒气，寒气不除，瘀不化，修复永远追不上破坏速度。第2步，针灸，这个今天就能做。第1针，关渊穴，进针，火入寒宫，先以文火为治，
不可猛攻。有感觉了？小腹里面有东西在动，热的。对，这是针感炎经络传导到病灶区域的反应。忍着，不要动。起来吧，慢一点。怎么样？不疼了，老周，真的不疼了。太好了。方女士，疼痛缓解是即时效果，寒湿没有完全清除，异常亡我的修复也需要时间。我给你开7天的中药，1天2次，饭后温服，忌生冷，忌辛辣，忌一切冰镇饮品，尤其不准再去冬泳。7天后回来复诊，我再扎1次针，同时复查一个局部超声，看局部血流改善的情况。整个疗程大概3到4周，每周来1次，第3周开始减药调方。4周之后，如果出血完全停止，坠痛不再反复，基本就稳了。林医生，我不会说什么客套话。我老婆的事半年了，跑遍了能跑的地方，该花的钱没少花，别人只让我们切，你把病根讲清楚，还让她今天就能站起来，这个人情我认。这是我的职务行为，我知道，但人情是人情。你以后在南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，打那个手机号就行。煎药的时候注意，方子里的三鸡和鹅竹力道偏猛，要是喝完胃里泛酸，就先把这2味各减2克。你有蛮宫胃炎，感觉不适，及时和我沟通。你怎么知道我胃不好？你进门说话时有点胃酸反例的味道，不是口腔问题。妇科这边稳了，再调胃。林医生，谢谢你。林医生，顾明达的秘书还在走廊拐角等人。林医生，数据出来了，今天您总共接诊68位患者，产科42位，妇科26位，平均每位用时11分钟，零投诉。帮我把明天的门诊改成下午半天，上午去大叉叉。还有 VIP 病房李夫人的术后管理，不能全扔给冯医生。对不起，今天门诊已经结束了。让他进来。小周，你先去改排班。林医生，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？顾明达的秘书还在楼下大厅等我，我骗他说去卫生间，从消防通道绕上来的。你来是想说什么？下周3，顾明达还会带我来做婚前体检。他下午那些话你也听到了，他要的不是一份体检报告，是一份验货清单。验什么？能不能生？我和顾明达签了协议，婚后3年内没完成生育任务，我就要退还他给过的所有财务支持，大概1400万。如果婚前体检查出我有影响生育能力的重大健康问题，还会被认定成隐瞒欺诈，索赔翻倍。2800万，所以你是被绑住了。我15岁进省歌舞团，跳了12年，退役的时候膝盖废了一半，积蓄不到30万。顾明达需要一个拿得出手的妻子，我需要一份退路。你找我是想让我在体检报告上做手脚？你填多少都行。陈小姐，你来之前应该做过功课。今天下午，顾明达提出了跟你一模一样的要求，我告诉他医生手里的笔只写事实。口罩摘了，把手伸过来。干什么？号脉。太素脉法果然名不虚传。从脉象上看，你多年来一直节食控重，基础体质长期低于健康余出，导致子宫内膜只有0.5公密，自然受孕概率不到同龄女性的一半。3个月前我去省城的华西生殖中心查过，主任医师看完报告跟我说的话和你刚刚说的几乎一样。省城那边给你什么方案？人工周期疗法，补充外生性雌多激素让内膜增厚，而且需要半年到1年才能评估效果。他说的没错，但我等不了1年。作假不行，我说过了，但治可以。真的吗？我的方案是中西医合治，西药等下你去开，中医这边我给你写一个方子，回去煎药，之后每周来我这里扎1次针，3个月内让你的身体恢复到平均值，我还是有把握的。可是下周3的体检怎么办？体检报告是什么我就写什么，不会帮你隐瞒，也不会帮你强大。那协议呢？那是你和顾明远之间的事，我是医生，不是你们的婚姻顾问，我能做的只有尽力把你治好。顾明达如果在乎的是你这个人，你的身体问题完全可以一起面对。他如果在乎的只是你能不能按时完成生育任务，那你签的不是婚前协议，是卖身契，治不治你自己选，支票收回去。谢谢。林医生，
刚才那个戴口罩的女的出去之后，顾明达那个秘书在楼下大厅截住了她，两个人好像吵了几句，然后他就坐出租车走了。跟我没关系。小林，忙完了，辛苦了。3楼的特需1号诊室，从今天开始正式划拨给你使用。陈院长，这个规格不低，你值这个规格。你现在代管妇产科，科室的资源配置需要跟上。不错，继续保持。林峰，下周3有空为我手术吗？可以，现在我将准备事项发你。林医生，你对所有病人都这么冷淡，还是只对我这样？早点休息。李嫂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家小峰今天门诊一天看了68个病人，68个！妇产科怎么就不一样了？救死扶伤分什么科？今天重点病人是哪几位？普通病房情况平稳 ，VIP 病房李夫人今天需要重点复查。先去看李夫人。李夫人今天情况怎么样？体温正常，血熊蛋白回升到95，凝血4项全部正常，第2流位体降到了600多，子宫收缩良好，一路减少。活动情况？昨天在床边坐了8分钟，今天上午在护士搀扶下走了走廊半圈，大概40米。林医生，恢复的不错，活动量逐日递增，但每次不能超过10分钟。你的深静脉血栓风险比普通产妇高一些，出院之后头2周不要长时间坐着不动，每隔1小时站起来走2分钟。谢谢你，林医生。说，昨天下午5点20分，陈小姐从消防通道重新进入林峰的诊室，直到5点35分才从钟楼开。15分钟，他一个人进去的。一个人，还做了伪装。他从诊室出来后呢？在大厅被我截住了。我告诉他您在半岛酒店订了晚餐，他说有事，拦了一辆出租车就走了。小张，下周3我带他去医院做婚前体检，还是去林峰那儿？您确定还去林峰那里？我要搞清楚，他瞒着我，换了衣服，偷偷跑回去找一个男医生，关上门待了15分钟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还有他手机里那个 H 医生查到是谁了吗？省城华西的一中主任医师，姓黄，偷偷去省城看病，又偷偷去找那个姓林的。一个女人开始藏东西的时候，要么是在策划离开，要么是在寻找外援。下周3的婚前体检不变，我要亲眼看着林芳出那份报告。如果报告上写了不利于他的内容呢？那就看他的态度了。另外，给我查一下那个姓林的医生，查他的软肋、家庭关系、经济状况、过往纠纷，所有能查的全查。明白。记住，我说的是查软肋，不是要搞他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有一天需要跟这个人谈判，我手上有没有筹码？下周3的婚前体检，我陪你去。好。不要再试图跟我耍花招。我没有。那最好。我不喜欢同一件事发生第2次意外。我到了，在1楼大厅，穿灰色运动服。别上2楼，走电梯直接去3楼东侧尽头，门上写着特需1号，我10分钟后上去。小王，帮我顶10分钟，12号到15号的产检报告先收上来整理好，我去3楼处理一个特殊病例，马上回来。这跟2楼差别挺大。院长特许用的，你坐吧。方子我重新调过了，先看这个，核心思路没变，填精补髓，温养充人，但用药做了调整，对你这种底子偏寒的人作用更直接。另外减掉了鹿角胶，你胃不好，换成鹿角霜，药效差不多，但对胃黏膜的刺激小得多。好。顾明达已经知道我回去找过你了。昨天傍晚，他的秘书到医院停车棚看我的电瓶车，保安看到了。他在查你？应该是，查什么不好说，可连我停什么车都要摸一遍底，意图不难猜。我昨晚找律师看过协议了，那2800万的条款大概率会被裁定为无效。体检那天该怎么减就怎么减，数据是多少就是多少，我不会做任何数据上的粉饰。好，他要摊牌就摊牌，我不跑。去检查床上躺下，外套脱了就行。放松，不要收腹。热。起来吧，动作慢一点。针灸下次什么时候？ 1周后，还是这个病房，你直接过来就行。方子里的肉苁蓉
网上说这个药是壮阳的，女的也能吃。中医的肾阳不分性别。这姑娘条件真好，怎么找了那么个男人？林医生，报告都理好了。行，开始叫号吧。医生好，我姓钱，钱若薇。什么问题？咳嗽会漏，打喷嚏也会，大笑也会，抱孩子的时候如果突然用力也会。把手伸过来。体式两虚的底子，中气下泄，盆底肌的力力不算差。漏尿的原因不是没力气，是发力的肌肉搞错了。钱女士，你的问题不在盆底肌本身。啊？可是我确实漏尿的原因不是盆底肌没力气，是你在用力的时候发力的肌肉搞错了。你平时做开铿训练吗？做的，月子中心教过，每天做3组，每组做10次收缩。做的时候，你觉得哪里在用力？小肚子，还有屁股。对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你做盆底收缩训练时，主要发力的是腹直肌和臀大肌，真正应该收缩的尾骨肌几乎没怎么参与，这个叫代偿模式。大概就是目标肌肉不会用力，看起来在做，其实练了个寂寞。是吗？月子中心的仪器治疗也是同理，电刺激主要作用在浅层，你最需要训练的那块深层肌肉，吃到的刺激不够。磁脉冲椅能到深层，但它是被动收缩，不能帮你建立正确的主动发力习惯，所以当时有作用，回到日常生活效果就没了。另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，你产后腹横肌失活了，它和盆底肌本来是一起收缩，一起把盆腔兜住的，现在等于盆底肌一个人扛2个人的活，当然扛不住。所以我花了45万多做的那些治疗，不能说完全没用，只不过核心问题没碰到。那怎么办？不需要开药，也不只需要做仪器。核心肌群激活，盆底肌训练，硬的面，每日3组。我给你开一份运动处方。第一步，先把最深层那块核心肌肉唤醒，仰卧位，双膝屈膝，脚踩床面，右手放在肚脐下方3厘米的位置，用鼻子吸气，嘴巴呼气。呼气的时候，想象肚脐在往脊柱的方向收，吸气的时候放松，呼气的时候收缩，不要反过来。反过来你练的就是腹直肌。呼气，肚脐往脊柱方向收。错了，上右放松，只收下面，想象有一根绳子从你的肚脐穿过身体，从后背拉出去。对，就是这个。感觉到了，就是好弱。在保持腹横肌收缩的同时，加上盆底肌的提拉感，臀部不要夹，大腿不要并。我摸到了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往上提的感觉，跟以前做盆底收缩训练完全不一样。前期你做盆底收缩训练的时，力量全被臀大肌吃掉了，现在腹横肌先把地肌稳住了，盆底肌才有了正确的发力方向。林医生，你这个运动治方收费多少？不收费，挂号50块已经包含了。你花的那些钱不冤枉，冤枉的是花了钱没人教你正确的方法。2周后来复诊，到时候我评估一下你的训练进展。好。林医生，我有个闺蜜圈7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，我能把他们拉来挂你的号吗？可以，如果能挂上的话。李夫人上午申请出院了，我按您的意思多留了2天，家属没意见，说后天走。行，下午1点半继续叫号，4点半那台手术的资料再核一遍。我眯一会儿，有事叫我。林医生在休息。孙主任。什么事？关于你前天提的那2台脉人超声仪的采购申请，设备科这边审核之后没通过，原因呢？年度设备采购预算已经超标了，追加采购要走院务会审批。另外，你这个申请没有经过设备科的前置评估，程序不合规。3楼 B 超室还没有饱和，你们专门采购2台超声仪，存在资源浪费的嫌疑。2台超声仪64万，对一个3甲医院来说，这个数字叫超标。那上个月你们给骨科批的那台进口设备，也在今年额度里。那是骨科的事，年轻人不要以为立了点功就能在医院横着走，该低头的时候低头，大家都方便。目前有动机对我使绊子的只有一个人，顾明达，他这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。周先生你好，我是林峰，我最近想给妇产科采购2台国产超声仪，结果卡在预算审批上了，说是今年额度超标，我就纳了闷了。市里对南江医院新门诊大楼的基建拨款是没到位，还是到了位没用到该用的地方？林医生，这个小事我记下了，你忙你的，其他的不用你操心。孙志平，孙志平，你来妇产科干什么来了？沟通采购。沟通？
你沟通的方式就是把人家的采购申请直接驳回。上个月骨科87万的设备，你3天就批了，到了妇产科你就跟我扯什么年度额度，你当我瞎的？陈院长，骨科那个有分管副院长的签字，那是因为你主动配合。你什么时候配合妇产科了？林峰的申请到你办公台上2天了，你联系过他1次吗？你出过可行性报告吗？你连流程都没走就直接跑来驳回，你是设备科主任还是专门来找茬的？你看看这个，今天下午5点之前，设备必须运到妇产科2楼门诊区，以后妇产科专用。安装调试今晚之前完成，派人全程配合，你亲自盯着。晚1天你就等着调岗吧。刘院长，我这就回去安排。安排什么？你先跟林医生道个歉。林医生，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，给您和科室添麻烦了。安装好之后，让工程师来找何峰对接。调参数的时候按妇产科的临床需求来，别用出厂默认设置，浪费机器性能。刘院长，下午4点半还有一台手术，我得眯一会儿。好，你休息，有事随时找我。林老师，以后我能不能也学学你那个号脉的手法？可以，先把经络走形和血管神经的对应关系搞清楚了再说。好嘞。顾总，孙主任发来消息，他按您说的驳了林峰的采购申请。林峰当时直接打了个电话，就听到他喊了一声周主任，聊了不到2分钟，没一会儿刘院长就冲过来了，当着全科室的面指着他鼻子骂，不光把那2台超声器批了，还额外拨了500万的耗材资金。目前已经确认，城建委以规划复核的名义卡了医院新门诊大楼的验收审批，刘德明吓坏了才来的。城建委，周文华，城建系统20多年，权力极大，这个反应速度和力度是在还人情。李正浩、周文华、王婷，全都跟这个在妇产科值夜班的一周产生了关联。大意了，这一次太冒失了。小张，对林峰进行深入调查，查他的家庭关系、经济状况，所有能查的全查。好，下周3的婚前体检不变，我亲自去，我想看一下他究竟有几把刷子。孙志平那边别让他做多余的事了，痕迹清干净，别让人查到我头上。明白。林医生，您下午手术几点结束啊？食堂那会儿关了，我可以提前帮您留一份。看情况，快的话6点前，不用留，忙完我自己解决。林医生真厉害，63个号3点半就看完了，还能号脉零投诉，不像别的医生先开检查才做诊断。我说了不做，不做就是不做。谁签的手术同意书？撤回来，今天就办出院。我妈54岁了，她的情况网上随便一搜都是高危，你们敢接这种手术就是谋财害命。杜小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您母亲的手术是她和您父亲自己要求的，手术同意书也是您父亲签的字。他签的算个屁！他为了有个儿子，完全不顾我妈死活。李小姐，林峰，副主任医师，妇产科，你就是主刀医生？对。我也有话跟你说。先不说这个，你的右腿是不是从下飞机到现在一直酸胀？站久了或者坐久了会加重，走路的时候反而不明显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坐了10几个小时飞机，腿酸不是很正常吗？正常的飞行后腿酸是2条腿对称的，你是单侧，而且站着的时候一直把重心往左腿挪。长途飞行后单侧下肢酸重，排在第1位的鉴别诊断是深静脉血栓，建议你先去做个下肢血管超声，确认一下，这个比手术的时机。你妈的事我待会儿说，先说你自己的事。飞行血栓最危险的阶段不是在飞机上，是在落地之后的24到48小时内。你现在的情绪状态和身体活动强度会加速血液的紊乱。你先坐下来。哼，我的腿没事，你别在这转移话题。你打我！你居然打我！老子今天不光打你，你妈在里面躺着等生孩子，你在外面咒她死。我什么时候咒她死了？我是为她好，54岁生什么孩子？为她好？你跟你那个姓赵的老公待在西哥8年，1年回来几次？过年回来待3天，初3一早就走，这叫为她好？你妈做了一桌菜，你碰都不碰，就说吃不惯要去吃日料，这叫为她好？当初说好的什么？说好的招赘上门，姓李，生孩子跟李家姓。你生老大说算了吧，跟赵家姓吧。行，我忍了。生老二的时候，你压根没让我去，在悉尼生的，出生证明寄回来一看又姓赵。第3个连出生证明都没寄，3个孩子1个都不跟我姓。这些年你所有的消费都是你爹我买单。你在苏尼8年来花费了1500多万，是谁出的？你拿着我们的钱住着我们的房，以为我们老了生不了了，是不是想吃绝户？对不起，我们拼了命也要生一个老二。我跟你说，你妈这个孩子她自己想生，不是我逼她，不是谁求着她。她跟我说的原话是：建国，咱再生一个吧，54岁了，
受委屈的是我，是他。你妈今天的手术必须在这儿做，手术同意书我签的，我对我老婆负责，你没有资格撤回来。各位医生护士，对不起，家里的事儿让你们看笑话了。我专门从省城转过来，就是信任你们，手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一切听林医生的安排。你进去陪张阿姨说说话，让她别紧张。李娜，你想聊你妈手术的事，可以，但你得先坐下来。你的右腿不要剧烈活动。你少拿这些有的没的吓唬我。我问你一句话，是不是你给我妈做的产检？术前评估是科室集体完成的。那是不是你鼓励她生的？54岁，疤痕骨弓，前臂胎盘，你们居然敢让她生？你知不知道网上那些高龄父母出事的案例有多少？你们做医生的不应该劝阻吗？不应该告诉他风险有多大吗？你们倒好，不光接了，还让他从省妇幼转过来，转到你们这个市级医院来。你们的手术室条件的能跟省妇幼比吗？你们的 ICU 能跟省城比吗？说完了。我没说完。林峰，你现在就告诉我，这台手术你敢不敢保证100%成功？如果我妈在手术台上出了任何问题，你负不负得起责任？医学上从来没有100%的几率，我也不会给你做这种承诺。你拍这些东西没意义。你父亲已经签了同意书，就算你现在拦在这里，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的职责只是把手术做好，没有义务在这里配合你录这些东西。不过，你母亲现在这个情况，在我这里，致死率接近于0。李小姐，林医生说的血栓不是开玩笑，要不你先去做个超声排查一下，检查很快的，就在楼下。张阿姨，刚才的事不用放在心上。娜娜她不是坏孩子，就是有点恋爱脑，脾气大了点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没事，你先别想这些。张阿姨，你别激动，我先帮你把心跳降下来。你现在什么都别想，就想着等会儿出来就能看到儿子了。张阿姨，手术时间不变，4点半。你现在闭眼休息20分钟。你和我来一下，李叔叔，有个情况跟你更新一下。张阿姨刚才情绪波动较大，心率和血压都超标了，我用针灸给她调了一下，接下来一定要避免她出现情绪变动。手术方案不变，联合麻醉，备全麻，备血800毫升。术中如果出现紧急情况，我会当场决策调整方案。你们的家事我管不了，可作为一个医生，还是提醒一下，你女儿的右腿确实有问题，不是我吓她。长途飞行引发的下肢静脉血栓概率不高，但后果很严重。行，谢谢李医生。去陪张阿姨吧。不对，术前超声显示的是侵入肌层2级，可现在真实之眼给出的数据不是2级，已经达到了3级。若还按原来的方案执行，几分钟内出血量就可能超过2000毫升。何峰，追加备血到2000，AB 型，红细胞巡液加新鲜冰冻缩阳各1000，血库那边用我的名字加急。麻醉科陈主任现在就通知，4点半这台能临时改全麻，让他提前备好。再联系周永刚，不一定上，但我要他在隔壁等着。周主任联系上了，他那边刚下台，换完衣服就过来。够了，前面的我先做，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到就行。你小子刀法真邪门，那个基层切除的边界，走得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产科医生都准。好歹我曾经也是陨落的外科天才啊！母子平安。林老师，等您半天了，我还以为您从手术室直接回家了呢。去特区市洗了个澡，
李总承诺的300万奖金今天都发下来了，正好今天星期五，做东的钱也有了。这笔钱说到底是您带我们赚的，今晚得请您吃一顿南疆最好的。妇产科的门诊和住院部都已经安排好了有人值班，后面也会给他们补上。林医生，我叫陈刚，血库的，你可能不太记得我。你上次送血跑到产房门口差点摔了。记得就好，林医生，我跟你说，我1个月工资去掉五险交完到手3300啊，300万。我妈那天晚上知道了之后，在家哭了一晚上，说我们老陈家祖坟不冒青烟了。林医生，你是不知道，那天要不是你一脚踹开手术室的门冲进去，李总那脾气绝对迁怒所有人。血库主任那天吓得胃酸反流吐了3次。陈刚，钱拿到手就好好规划，别冲动消费。你这个体脂率，晚上少吃烧烤啊！你这身材一看就内脏脂肪偏高，那天送血跑2层楼就喘，说明心肺功能储备不够。行，今晚我吃大户。走吧，我骑这个，你们跟后面。澳洲龙虾刺身2只，帝王蟹腿10斤，18头鲍1人1个，东星波2条，再加一个黄油焗帝王蟹钳。加。那个，我能不能要碗白米饭？林老师，我代表在座所有人敬你一杯，原因不用多说了。林医生见过不少主刀医生，你是第一个会提前看护理记录，还会主动跟我们解释医嘱逻辑的主刀医生。林老师，你是真滴酒不沾。外科医生的手不能受酒精影响。明天周6，风云上午门诊，何峰下午查房，3个规培生跟台学习。现在11点半，你们的血液酒精浓度，明天早上8点上班的时候，至少还有残的0.02到0.03，会影响人的精气神。今天靠信够了，都给我回去睡觉。林医生，你怎么回去？骑车。喝了酒还骑车？我喝的是水。林老师啊，27岁的人，60岁的魂。真的生了，男孩？对，3200克，母子平安。你怎么没拦住？我拦了，我在走廊上闹了20分钟，推搡了主任，吵了，还录了音说要发卫计委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爸来了，他打了我。来了就来了，你就不会硬扛一下？你被打了，你就怂了？李娜，我跟你说，你知不知道你妈生子意味着什么？这个林峰什么来头？副主任医师，南疆医院妇产科的，最近很火，救了一个羊水苏。我知道的，抓到过，就那个300万的事。你妈的手术是他做的，手术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目前没有，我听到护士说出血2100，不过控制住了，还保住了子宫。过去8年，悉尼的房子、我爸的医疗费、3个孩子的学费，甚至家里的日常花销，全是李建国掏的。一旦李建国真断了这条线，连签证续训都成问题。现在木已成舟，我们不如去认错吧，相信父母亲会。闭嘴！这件事你别管了，你先在南疆待着，态度继续强硬。我有一些做不到。你做不到也得做。无论怎么样，都必须得到一大笔钱。老黄，醒了吗？在，什么事儿？帮我做一单舆论。什么谅解？所有自媒体短视频平台，全部都要冲上话题上热搜。据可靠数据分析，40岁以上产妇的死亡率是适龄产妇的4倍。没想到，一位54岁的母亲在丈夫的逼迫下，冒着生命危险拼2胎，只是因为丈夫有着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，需要拿自己的命去换一个继承人。另外，我认为前一阵备受关注的300万男医生缺少对医学伦理的基本敬畏，为了虚名，拿患者的性命开玩笑，强行推进手术，该医生的个人能力是否被过度形化？李娜吗？手术已经结束，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看到了？看了。怎么办？先上班吧，病人已经到了。网上说的那么吓人，我们要不要换个医生？妈，网上还说地球是平的呢。你知不知道生产时出现羊水输线，却让孕妇母子平安的含金量？我好不容易从省城跑回来，省妇幼的周主任亲口让我直接回来找林峰。各位家人们，我现在就在南疆医院妇产科门诊的走廊上，那篇帖子大家都看了吧？主刀就是这个林峰。你知道这位医生昨天强行给一个54岁的产妇做手术吗？你怎么看这件事？怎么看待？你去问他呀，问我干嘛？林医生，打扰一下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说。现在这个帖子还在发酵，有3家本地媒体打电话来要采访，2家省级媒体的记者已经到南疆了，院办接了4个电话都推了，可推不了多久。我的建议是，
今天的门诊先暂停，最好你可以休息一段时间，避避风头，以免给医院。谁让你来的？谁让你来的？刘院长，我是想……你想什么？让林峰停诊？网上骂两句就停诊？那以后谁还敢接高危手术？谁还敢救人？今天停了林峰的诊，明天产妇死在别的医院手术台上，是你老陈负责，还是我刘德明负责？穿透性胎盘植入，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超声漏诊，术中现场发现出血2100毫升，控制下来，保住子宫，母子平安。这种手术放到全国范围内去看，能做到这个水平的主刀医生，你给我数出3个来。张玉芳的妊娠是她和丈夫自主决定的。另外，术前评估与告知，同意书签署，方案讨论，我们在流程上一处错误都没有。至于网上说林峰为了钱，在我看来更是狗屁不通。林峰主刀的绩效也就3000块，你会为了3000块冒险吗？刘院长，我不是要怪林医生，我是怕舆论影响。你也知道，遇到舆论，不管对错，先降低热度。舆论的事我来处理。你现在去办3件事：第一，通知保安科门诊区域内所有未经许可拍摄的自媒体人员一律清理，不配合的直接报警。第二，联系院宣传科，今天之内出一份张玉萍手术的官方通报。第三，副高升正高的破格评审材料，我下周1交院务会讨论。一个羊水砖3，一个穿透性胎盘移入，加在一起足够了。如果按资排辈要10年才能生，那我就用破格的通道。南疆医院不能让这种人才寒心。门诊继续。林峰医生，外边的就交给我了。第5号，请进。真实之眼已出发，目标身份：医疗打假主播秦可薇，隐藏设备：右耳后发际线内侧微型针孔摄像头1枚，实时推流中。就诊目的：携带正常病例，钓鱼诱导误诊，直播打假，有意思。秦女士，坐。谢谢林医生。林医生，我备孕半年了，一直没怀上。之前在外院做过全套检查，报告都带来了。把手伸过来。这些报告我看完了，问题不小。什么问题？秦女士，你带来的检查报告跟你身体实际状况之间的偏差真的太大了。什么意思？秦女士，你最近1年体重变化了多少？8公斤。多长时间瘦的半年吧。通过什么方式？控制饮食加运动。什么运动？跑步、瑜伽。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右上腹隐隐不舒服？吃油腻的东西会胀，但不是疼，是闷。偶尔。近半年有没有吃过非准渠道购买的减肥产品，或者纯天然减肥胶囊？林医生，我就是正常控制饮食减下来的，没吃过其他东西。那就奇怪了，你的甲床发黄，一看就是胆红素代谢异常导致的。眼白的弓膜边缘有一层极淡的黄染，室内灯光下不容易看出来，日光下会很明显。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横纹间距不均匀，说明你的指甲生长速度在最近几个月出现过2次中断，而指甲生长中断的原因只有2类：高热或者肝脏急性损伤。你26岁 ，BMI 不到20，也不肥胖，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叫做非肥胖型脂肪肝，发病率很低。排除遗传代谢疾病之后，最常见的病因是药物毒性，而且你的肾功能也不太好。我的肾功能报告是正常的。你带来的欺骗报告里没有查肾功能，而且没有一项包含血小板或者 EGF。我是来打假的，我是来被你打的。秦女士，你耳朵后面贴的那个东西是微型直播摄像头吧？啊？直播就直播，无所谓。为了保证患者的隐私，你确定接下来还要继续直播？确定。真的确定吗？确定。
你的观众既然在看，那正好让他们也听一听，你现在的身体状态不适合备孕，肝功能异常，肾滤过率下降，这2项加在一起，妊娠期出现能癣前期和 HELM 综合征的风险会比正常人高出4到5倍。你要备孕，先把肝肾的问题解决了。从你的身体情况来看，你绝对不是自然减肥，是吃了减肥药。你吃的那个东西极有可能含有违禁刺激类成分。这个东西的药理作用，除了中枢神经兴奋、抑制食欲、加速脂肪拌动之外，还伴随肝细胞毒性和少尿管损害。你瘦了6公斤，肝脏替你扛了大部分毒性，肾脏扛了剩下的。你今年26，你的肾功能已经是50岁的水平了。医生，这么可怕的吗？那减肥药是我通过代购买来的，缅甸发货，1盒40颗，标价2800。微信信说里写着纯天然泰国草本配方，无副作用。我还以为自己找到了宝。不过，这也不是最严重。这还不是最严重啊！你的身体还有一个异常，以我的经验来看，你应该是感染了梅毒。目前是潜伏期，没有症状，所以你自己还不知道。你带来的检查报告里也没有查 RPP 和 TPHA， 所以到现在还没发现。你现在没有任何可见的皮肤或黏膜改变，等到2级症状出来，比如掌心和脚底的红色皮疹，你才会知道。但到那时候，传染性已经存在了。如果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怀孕，梅毒螺旋体可以通过胎盘垂直传递，导致先天性梅毒。轻的是皮肤和骨骼畸形，重的是死胎。等等，我操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就摸了个脉，没事啊，薇姐。 100万粉的打假博主被医生反打假了，还打出了个梅毒。榜一大哥呢？榜一大哥说话呀！榜一大哥说话呀！我上周和你吃过饭，我现在去医院查，如果查出来有，你就完了老子。就那一次醉酒，没有做保护，就被传染上了。不可能吧？要是真的，那岂不是天塌了？ 你还想继续吗？继续什么？还怎么继续？这不是打假，这是被打了，还是当着自己粉丝的面被打。我建议你今天下午就去做 RPR 和 TPHA 确证审验。如果确认阳性，一期围毒的治疗方案很成熟，苯祥青霉素240万单位肌肉注射，每周1次，共3次，治愈率接近100%。不要拖，越早治越好。 减肥药的事，回去查一下你的肝肾功能全套，包括 ALT、SST、GGG、血细苷、尿素丹和酮乙素 C。我估计见哈利不会好看，如果肝损比较重，可能需要铺肝治疗一段时间。至于备孕，在肝功能恢复正常、梅毒治愈，并且 RPR 转阴至少6个月之后再考虑。林医生，对不起。下一位，请进。是他吧？ 刚刚直播那个，离远点，先别靠太近。这也太社死了吧！100万粉打假主备孕咨询，反被查出潜伏期健康问题。家人们，这大了啊！南疆医院妇产科神医一把断病，6秒钟直接反杀。境外减肥药加身体问题潜伏期，这人设还能立得住吗？看清楚了，老子刚刚去查了，双阳。上周二，就上周二。 他跟我说他单身，说他从来不去夜店，喝了2杯红酒就倒了，老子信了他的邪。明天我就去找律师，告他故意传播。赶紧去私立医院抽血，有问题那就治疗，没问题的话，我的人设就不会崩。请问对这次跟律师接触有什么回应？这个传闻是真的吗？ 有人说你上周和相关人员接触，你是有意这么做的吗？那款网传有问题的产品，你还在推广吗？有没有粉丝使用后出现身体损伤的情况？滚开！别拍了，我没有病！没病你跑什么？薇姐看着没事啊，热搜第5，爆，榜一大哥双阳性化验单，热搜第6。 南疆医院妇产科大医林峰热搜第7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真的是天助南疆医院啊！那个薇姐来打假，
反被林峰给打了。陈院长，这反转来得太快，我都以为我们在做梦。做梦？这是实力打底，没有真本事，能接得住这波泼天的富贵？林医生的绝顶医术，就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公关。老陈，听着，趁现在有庞大的自然流量，立刻把张玉芬的手术全流程记录发出去。术前评估、知情同意书、手术方案讨论、术中发现、联合虎部出球量控制，事无巨细，全给我挂到医院官网上，同步推送到各大社交平台官方账号。用最令和的医疗数据打烂那些水军的脸，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医学奇迹，什么是南疆医院的底气。我马上联系宣传科，图文并茂，再加科普，把穿透性胎盘植入的凶险讲清楚，衬托林医生的技术，速度去办。另外，林峰的破格生正高材料进度加快，周一院务会必须通过。明白。让我看看南疆医院那个医生现在怎么样了。李建国有没有顶不住压力发来妥协的信息？薇姐看诊没事啊，热榜高位持续上升。怎么回事？这医生也太神了吧！黑铁这回踢到铁板了。这是什么水军？收钱办事！老黄，你搞什么鬼？我10万砸下去，连个水花都没看到，评论区全在夸那个医生，你的人呢？赵老板，真不是兄弟不出力。可是早上有个100万粉打假热红，想去钓鱼打假，医生摸了6秒钟脉，直接把他老底儿扒出来了，甚至潜伏期的梅毒都没放过。更重要的是，榜一大哥连夜去杀血，直播实锤，我们的帖子早就被冲烂了。把脉把出梅毒潜伏期，这他妈是医生还是算命的？那怎么办？继续加钱，雇更多的人。加钱也没用。南疆医院刚发布了张玉芬那台手术的全流程，多名产科专家实名转发，连省级官媒都在点赞。赵老板，这单我做不了了，再搞下去，我这小公司得被网警查卖点。剩下的钱我退给你，咱们好聚好散。正好我媳妇儿也要备孕3胎了，打算去让那个医生好好检查一番，看怎么调理。有没有搞错？我是叫你带节奏引爆舆论，不是让你把媳妇儿送去就诊的。还退钱？你好清高，你好了不起，合着我是小丑啊？右侧藏肌静脉血栓4毫米，这和林峰昨天在走廊上说的几乎模一样。妈妈得手术风险居然这么大，可林峰把我妈救回来了，连子宫都保住了。不对，这篇文章里的细节太准了，只有家属才知道，可我根本没有。南疆医院的医护不可能自己砸自己的饭碗，剩下的知情人只有一个。喂，网上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干的？你到现在才看到？真的是你？你疯了吗？你说你有办法解决，就是在网上造谣攻击我爸，攻击那个主刀医生。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爸50多岁非要生个伴儿的，不是重男轻女是什么？那个姓林的医生敢接这种高危手术，不是为了出风头赚钱，是为了什么？你胡说八道！林峰在手术台上保住了我妈的命，要不是林峰，我妈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。我管他什么林峰不林峰。你爸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你，还要断了我们在西尼的经济来源，就是想要了我一家子的命。我要不把事情闹大，不把那个医生搞臭，把你爸搞臭，你爸怎么会妥协？医院那边怎么会有压力？只要舆论发酵，你爸为了脸面，医院为了平息风波，最后还不是得妥协，拿家产出来平分，这叫手段，懂吗？赵伟坤，跟你结婚8年，为了你，我一次次从娘家拿钱，在澳洲养着你们赵家一大家子。我妈刚从手术台上捡回一条命，你为了逼我爸继续给钱，连我妈连救她命的医生都要算计，你是个畜生！医院那边没有任何违规，林医生的医术和人品无可指บิ๊，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除了丢人现眼，什么都得不到。李娜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不是站在我这边的吗？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为了你和3个孩子能继续过好日子。为了我，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。你就是个离了我爸的钱，连狗都养不起的废物。
好，很好。李娜，你给我听好，如果你不能搞定你爸，让他把停掉的卡重新开通，每月按时打钱，那我们立刻离婚。3个孩子都是澳洲国籍，全跟我姓赵，抚养权你一个都别想拿到。我让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你儿子。空气很窒息，无法呼吸，1万颗雨滴的距离，看不清，泪像是无息，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，不忍揭晓的剧情，我的泪流在心里。姐，去外面说。李总，出事了！今天早上开始，全网都在这篇文章，里面把您写成了为了要儿子不顾妻子死活的恶魔，还把林峰医生抹黑成了为了钱草菅人命的黑衣。生育机器重专轻女的极端案例，被金钱蒙蔽双眼的无良医生炒作出来的神医。昨天下午您吩咐之后，财务第一时间冻结了赵伟坤名下的2张副卡，还有那个贸易公司本来昨天就该打款的钱也停了。时间对上了，好一个赵伟坤！我养了他8年，供着他全家。他不仅不知道感恩，现在为了逼我给钱，居然连把我老婆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救命恩人都要往死里整。现在立刻联系法务部，把省城最顶级的律师团队给我请过来。另外，联系南疆和省城的主流媒体，我要开发布会。老子今天就算把这张老脸扔在地上踩，不管什么狗屁家丑外扬，也绝对不能让林峰医生这种真正的大医寒了心。爸，我错了。网上的文章是赵伟坤找水军发的，他刚才在电话里跟我承认了。他说，只要把事情闹大，您就会为了脸面妥协，就会把停掉的钱重新打过去。他还说，如果我不配合他要钱，他就跟我离婚，把3个孩子全带走，让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们。爸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变成这样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他以前就是这样，只是你瞎了眼。你以为他爱你，他爱的是老子的钱。我给你们在悉尼买别墅，给你们出生活费、医疗费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你们合伙骗我，是他在背后捅我刀子。你妈刚做完大手术，受不了刺激，你在这里哭丧给谁看？发布会来不及了，网络舆论发酵太快。你现在用手机给我录一段视频，高清的，不加任何剪辑，我要直接发网上去。各位网友，我是网传文章54岁拼2胎中的当事人丈夫李建国。今天我要在这里澄清几件事，并出示相关证据。第一，我妻子张玉芬生这个孩子是我们夫妻共同做出的决定，不存在什么把妻子当生育机器的说法。这8年来，我的女婿赵伟存入赘我们家，却违背承诺，让3个孩子全随他姓。我们在悉尼为他们付出了超过1500万元的各项开支，换来的却是欺骗和算计。这是这8年来我向他们海外账户汇款的银行流水记录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第二，关于南疆医院和林峰医生，我妻子的情况极其危险，是3级穿透性胎盘植入，术前超声漏诊，是林峰医生在手术台上凭借极其精湛的医术，联合泌尿外科的专家，保住了我妻子的命，也保住了她的子宫。这是这次手术的全部缴费单，总计23140元，其中医保报销了一部分，自费部分不到1万。网上说林峰医生为了钱草菅人命，纯属无稽之谈。那篇文章是赵伟勤发布的，因为我停了他的经济来源，就试图用网络舆论逼我妥协要钱。林峰医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，谁敢在网上泼他的脏水，我李建国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追究到底。赵伟勤，你等着收律师函吧。用公司所有官方账号，还有你们能联系到的大 V， 全网发布，花钱买热搜，给我顶到第1去。赵伟金的事情别管了，先去办理住院吧。爸，从上午连轴转到现在6个小时，精神还这么好，系统奖励不会真把身体机能也顺手改过了吧？林老师，快看，
没事啊，榜一大哥哭诉，李总查清视频，还有咱们医院刚推的穿透性胎盘移入保宫术。这是这次手术的全部缴费单，总计23140元，自费部分不到1万。网上说林峰医生为了钱草菅人命，纯属无稽之谈。在市级医院条件下，能够完美处理3级穿透性胎盘人入，林峰医生的刀法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神技。医者仁心，技术精湛。2万3做这么大的手术，这叫慈善吧？赘婿吸血，还黑救命恩人，太恶心了！林医生太牛了，我要给林医生爆灯！只要医术好，自会有人为我辩经。当前总声望28500，声望值达到6万分时，系统将通过合理合法的学术影响力与行业推崇途径，授予素举国家级顶尖医学协会副会长及核心理事职务。可以啊，不知不觉间，我都要成为行业巨擘了。林老师，老陈说您的破格生正高材料已经在整理了，下周直接公示。大家都说您这速度已经破了建院纪录。知道了，去忙吧。第58号，请进。第58号，请进。林老师，第58号不是普通号，顾明达来了，带着陈思颖还有他那个秘书，现在人在特需1号诊室。他说这个加号就是他们的，让您现在过去。知道了。林医生，今天网上够热闹，看来我没有看错，你确实有几把刷子。顾总不是刻意来看我热闹的吧？下周3太慢了，我今天就想看到报告。你之前不是说医生手里的笔只写事实吗？我今天就要你写一份事实。报告可以写，但你想要不经本人同意查看他人的报告，不行。体检的前提是林淑妍本人自愿，检查结果属于患者隐私。你是未婚夫，不是法定监护人，无权强行查看。林医生，你想让他跟我谈隐私？他跟我签过协议，如果婚前体检证明他不适合生育，协议第21条违约赔偿2800万。所以无论他同不同意，我都要第一时间看到他的报告。顾明达，你不用说话。陈思颖，我只问你，你愿不愿意接受检查？林医生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能让设备科卡你们2台超声，也能让其他流程卡住。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的惩罚办公室。出了这个门，你怎么针对我都无所谓，但在我的诊室，你没资格替我的患者做决定，你自己选。我愿意检查，但结果先给我。你出去。陈思颖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再说一遍，你出去。顾总，患者已经明确要求你回避，你要么出去，要么今天那场体检到此结束。你这是在替他做决定？不，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。好，我出去。你最好想清楚，协议不是你一句话就能赖掉的。我没想赖，我只是想先知道我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样。内膜还是偏薄，激素水平也没完全回到理想范围。所以，我还是不适合生育。不是。从目前的情况看，报告里没有办法明确做出你不能生育的判断。真的？也就是说，没有证据证明我不能生？没有。那他那份协议里的21条，那是律师该处理的事，我不清楚。陈思怡，把报告给我。这份报告我不会给你看。你别忘了，2800万不是小数。赔不赔，律师说了算。我可以接受治疗，也可以接受真实报告，但我不能接受你把我当成一份验货证一样查来查去。林峰，你真以为我看不到报告就拿他没办法了吗？这不关我需要关心的问题。顾明达，你别在这无理取闹，剩下的我自己跟你谈。我们之间也该重新算一算了。陈思颖，
你今天是铁了心要跟我撕破脸？不是今天，是我终于看清楚，你从来没把我当成未婚妻。没有我，你拿什么还2800万？赔不赔，律师说了算。哪怕从头开始，也比被你拿着协议一辈子查来查去强。你们的私人纠纷，不要继续占用医疗空间。报告我自己收好。婚礼的事，等律师看完协议再说。林老师，他不会真去卡设备科吧？让流程走流程，医院不是他的惩罚办公室。林医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李会长有事，夫人上午已经顺利出院，母子状况都很好。今晚李会长和王总在翠湖水苏设了个局，专程等您过去坐坐。行。林老弟，终于等到你了。多谢。你小子今天够忙的吧？在热搜上挂了一整天。林老弟，我老婆出院了，孩子也好得很。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那天去了南江医院。你救的不只是我老婆和孩子，是我们这个家。李总，趁今天见面，有几件事我得跟你当面交代。你说，嫂子的羊水水色虽然已经抢回来了，但 DIC 对凝血系统造成的损伤，通常需要3到6个月才能完全恢复。这段时间内，有几件事你必须记住。第一，出院后42天内，禁止不愉和同房。明白，我记下。第二，产后饮食以高蛋白、高铁为主，猪肝、鸭血、菠菜可以轮着吃，但不要花椒、鲍鱼、燕窝一股脑往上堆。这话就是说给你听的。真要花钱，不如把钱花在月嫂的专业度上。这个我记下了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嫂子属于高龄经产妇，又叠加过 DCIA 病史，她产后抑郁的风险会比普通产妇高出4倍。你回去之后注意观察她的情绪变动，如果超过2周都情绪低落、失眠，对什么都没兴趣，别当成矫情，也别当成坐月子闹脾气。出现这种情况，第一时间联系我。我记住了。行了，老李，先别这么沉重。林老弟，我今天刷短视频的时候都看傻了，那个打假网红的梅毒，你真是摸脉摸出来的？没办法，他是自己主动直播送上门来的。老李，以后南疆相亲市场怕是要变天了，哪个姑娘在林峰面前还能藏得住东西？是啊，婚前体检看样子还真挺有必要。这话我不接。对了，林老弟，既然你把脉这么准，要不给我们俩也摸一下？我这段时间总觉得后脖颈发硬，抬不起来，你看看是不是颈椎的问题？你既然说了，那我也凑个热闹。最近半年我确实容易疲劳，精力也不如从前了。好，先看李总。李总，你常年坐办公室，又应酬多，肝胆系统一直处于高负荷状态。左边这个脉是很典型的肝胆湿热表现。你是不是经常右肋下眼痛？尤其是喝完酒或者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，更明显。还真是，我一直以为是胆囊的老毛病。胆囊确实有点问题，胆壁毛糙，伴轻度胆泥沉积，但还没到要动手术的程度。真正需要你注意的不是胆囊，那是什么？是你的肾功能，不是喝水多了，是腺管管虫吸收功能在衰退。你回去之后查2个指标，一个糖性素 C， 一个尿微星蛋白。如果这2项都偏高，那就是肾脏粗期报警的信号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的肾已经开始出问题了？还没到真正出问题的程度，但如果继续不管，那就快了。你这种情况本质上是常年高拼顺饮食叠加频繁饮酒，尿酸盐结晶慢慢沉积，对肾涡源结直形成慢性损伤。在50岁以上的企业家群体里，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普遍，只不过大多数人根本不当回事。从今天开始，啤酒和海鲜的组合直接从你的菜单上划掉。谢了。轮到你了。来吧，我扛得住。
王总，你刚才说后脖颈发硬，对，有时候扭头都费劲，想起来跟放鞭炮一样。你颈椎 C4、C5 截距的椎翼盘蛮有轻度傍出，还没到突出的程度，不需要手术。但如果你继续保持现在这个工作姿势，我猜你平时习惯右手拿手机，左肘撑在桌上，头偏向右边看屏幕，对吧？照你这个姿势再搞2年 ，C4、C5 就不是膨出了，是突出。到了那时候，右手麻木，握力下降，你连签合同拿笔都会费劲。另外，你右手掌腱膜有加厚趋势，大鱼腹和小鱼腹的肌肉都偏紧，杜普春蓝色的早期征兆。矿业老板嘛，年轻的时候应该干过体力活吧？干过。那就对了，年轻时留下的体力损钙，再叠加后期办公用手习惯，掌筋膜会慢慢增生。你现在弯一下右手小指试试。我操！回去之后做个手部 B 超，先确认掌筋膜增厚的范围，如果不超过5毫米，用针灸加局部注射就能控制住。如果超过5毫米，那就要考虑手术松解了。你连这个都能摸出来？把脉打的是气血运行整体状态，再加上我刚才观察到端茶杯的时候，小指屈曲角度本来就受限了，不难判断。林老弟，你这身本事放在任何国宝级的。过奖了。林老弟，今天请你来，除了感谢和叙旧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件大事想跟你聊聊。林老弟，你在公立医院待着太屈才了，南疆医院再怎么说也只是市士3甲，全省排名15名开外，你就算成了正高，工资到手不到2万，手术绩效也翻不了天。你今天那台宫外孕保管手术，全国能做到这个水平的人一只手都数得清，可你拿到的绩效是多少？720。720，林老弟，这不是荒谬吗？林老弟，我和老王商量了很久，我们想做一件大事，由我和老王牵头，拉动省商会几10位核心会员共同出资，100个亿，在南疆市开发区核心地段拿地300亩，打造一家硬件配置远超国内任何3甲的国际化顶级私人医院，达芬奇手术机器人、PET CT、3T 核盾、医科铆、杂药手术室，你想要什么设备，我们买什么设备。林老弟，你不需要出1分钱，只要你点头当院长，凭你的技术和名声，直接拿走院50%的股权，你就是第1大股东。100亿的50%，50个亿，50个亿，顶配设备，无上限预算，最好的团队，没有赵德冲，没有设备科卡脖子，也没有行政命令压人。听起来确实完美，可100亿的资本投入背后是几10个顶级富豪。顶级私人医院的底层逻辑，说到底是服务付得起钱的人，普通人永远进不来这扇门。李总、王总，这个事儿我没法答应。林老弟，你是不是觉得条件还不够？股权比例可以再谈，60也行，院长年薪另算，你开个数。不是钱的问题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100亿的投入，加上你们背后的人脉资源，硬件一定能做到顶级。但问题不在硬件，私人医院的底层逻辑是盈利。时间一长，资源配置、排班制度，甚至学术方向都会向高净资子客户倾斜。今天我愿意花18分钟给一个22岁的小姑娘做保管手术，因为那720的绩效提成和我的决策无关。可如果在私人医院里，同样的时间，我可以做一台50万的高端体检。我不想挑战自己的人性，可你在公立医院拿死工资，被体制条条框捆着，能发挥多少？确实荒谬。但至少在公立医院里，我手里那把刀是自由的，我选择切还是不切，保还是不保。唯一标准是对患者最好的方案，不是对报表最好的方案。林老弟，你的话我听进去了，我不逼你。这个事儿你先放着，哪天你想通了，或者宫那边真让你待不下去了，100亿随时给你准备着。你到底图什么？图个穿白褂的时候心安。对了，老王，你那个苏远儿的事儿后来怎么样了？别提了。怎么了？提起来就来气。那个女人从被林老弟当场揭穿那天晚上开始，不到72小时，她的天就塌了。我让律师团连夜整理材料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一条一条对，以结婚为名索取大额财物，刻意隐瞒怀孕事实，还伪造体检报告。最离谱的是，
她表面纯，实际上流产9次，9次啊！我一个快50岁的人，认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当时听到这个数字，也是真的震了一下。这事儿确实够难看。检察院那边效率很快，诈骗数额认定下来是2600万，珠宝、包、车，还有那张刷了300多万的卡全算进去了，够得上数额特别巨大，10年起步。判了？还没有，不过应该不少于12年。平台那边也疯了，300万粉丝，一夜清零。之前评论区喊他纯欲天皇的人，现在转头就在别的地方骂他。互联网没有记忆，但有落井下石的本能。嘴的是他家里，他妈靠女儿的钱，在老家县城买了5套房，1辆奔驰 GIE。事发之后，全被法院强制制胜追缴。他妈跑到看守所去民闹，不是去看女儿，是去骂他败家，骂他毁了全家。林老弟，这杯必须敬你。苏婉的事，我只是做了医生该做的检查。你的该做没有伪造，算是救了我的声誉。所以我说你这种人，不管在公立还是私练，到哪儿都是定海神针。新生儿黄疸前几天要重点观察，皮肤和眼白颜色变化都要注意。母乳我让别急，先保证产妇恢复，别让她情绪压力太大。我记下了，不早了。小王，送林老弟回去。我还是骑车回去吧。那也太远了，从这儿回万福村少说15公里，你骑电瓶车，半路没电了怎么办？这点距离完全跑得了。老李，你说他是真不想要还是嫌少？他嫌脏，这话说的好像咱们的钱不干净一样。不是钱的问题，他怕的不是我们的钱脏了他的手，他怕的是钱多了以后和心会变脏。50个亿都不要的人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他未来的成就肯定我们想象中还高。林医生，您的车已经检查过了，电量满值，胎压图正常。我让师傅顺便把链条加了点油。坐垫还是热的，晚上风凉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行，替我谢谢李总和王总。我靠，50个亿啊！穿白大褂心安，医者初心，对患者最好的方案。那50个亿，不也能对患者很好吗？行了行了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初心丢了就找不回来了。问题是50个亿也找不回来了。水哥，别想了，再想下去人要裂开。睡觉。有因必有果。